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作者书野，故事马上开始。沈之恒突然想起什么，低头瞥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现在是下午3点整，4点前他必须抵达启航中心大厦，时间紧迫，他立即行动了起来。老城区派出所，林小河和明轩站在值班警员面前，语无伦次地说明着情况。警察同志，我侄子他失踪了。林小河嗓音发哑，说话有点抖。值班警员打字的手顿了一下。女士，您先冷静，请提供姓名、年龄、最后出现地点。也许他手机没电了，或者临时有事耽搁了。情况不太像，他叫林阮清，22岁，今天下午出去送外卖，到现在都没回来。他一向很乖，发生什么事都会给我打电话商量的。林小河急切地说。送外卖？警员眉头略动，犹豫了一瞬，他忽然转头去打电话。喂，小张，你们那是不是接到群众电话，说在石井胡同口发现了一辆外卖电动车？对，是的。那车上有没有店的名字？有，叫我看看。警员边拿着话筒，边用另一只手捂住话筒的收音部分，对面前的林小河和明轩问道：你侄子是去送外卖，你们店叫什么名字？小河饺子馆。找到了，叫小河饺子馆。那就对上了。有人在石井胡同发现一辆倒在地上的外卖电动车，车上的店名和你的店相符。警员说完，又和同事沟通了一会儿，才放下手里的电话。那人呢？人怎么样？明轩焦急地问。旁边没有人，只有车，倒在胡同口，车上没有撞击的痕迹，地上也没有血迹，不像是车祸现场，这算是个好消息。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还得继续调查。明轩立刻补充。警察同志，我们最担心是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警员看了看情绪激动的林小河，又望了望明轩焦急的眼神。这样，我们先记录所有信息，请提供您侄子的身份信息和手机号，我们会尝试进行后台定位，看有没有新的线索。关于最后失踪地点的小路，我们会安排就近的巡逻警力去查看是否有监控和目击者或者可疑车辆。谢谢你。警员将信息输入系统，随后看向面前的人。现在你们可以回去等消息，保持手机畅通，有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您。谢过警员，林小河和明轩默默走出警察局。明轩，你说小青会不会？林小河的声音低低的，明轩站在他身边，轻轻拍着他的背。别瞎想，既然我们已经报警了，剩下的就交给警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相信小青吉人天相，她不是个会轻易屈服的孩子。明轩嘴上安慰着，其实自己心里却也没什么底。两人刚踏进饺子馆，收银台上的电话响了，林小河快步走过去接起。您好，请问是林小河女士吗？是的，我是沈之恒的助理，也是林阮清的同事，我叫陈泽宇。哦，你好。沈总让我跟您说一下关于林阮清的事情，他正在处理，林阮清会安全回家。沈总，他怎么知道的？他又……算了，那就谢谢你们了。如果有任何小青的消息，请一定尽快告诉我。当然，您放心，有任何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好的，谢谢。林小河激动的又想哭了。陈泽宇挂断电话的同时，沈之恒已准时站在启航中心大厦门口。这个启航中心大厦既是个写字楼，也是地铁出口，所以虽然今天是周末，但还是有一定的人流量的。沈之恒站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就像个迷路的孩子。突然，迎面走来的一个人猛地撞在他的身上，沈之恒一晃，一个手机掉在了地上。他下意识地回头，撞他的人已消失在人群中。他弯腰捡起手机，是款老式机型。手机突然响了，他接起。你现在开车，立刻去长途汽车总站。讲完，对方直接挂断。沈之恒拿着电话转身跑向停在路边的车。长途汽车站人潮汹涌，很难找到停车位。沈之恒烦躁地用手捶了一下方向盘，接着身旁那部老式手机再次响起。下一个地点，现在你去，下一个地点。沈之恒就这样被对方的一个又一个电话控制着，被引向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地点。林阮清坐在床上想破了脑袋，也没想出绑匪的目的。这时房门被推开，一个男人走近一步，看了林阮清一眼，然后快速后退，在外面与同伙低声商量着什么。2分钟后，两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们头上都套着黑色的丝袜。林阮清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想笑。丝袜将那两个人的眼睛和眉毛挤得扭曲，鼻子和嘴唇被挤在一起，脑袋像一个被挤压变形的面团。长相是看不清楚了，但怎么看都带着一丝滑稽的荒诞感。
林阮清禁不住笑出了声。你笑什么？丝袜男被他的笑声激怒了。没什么。林阮清赶紧调整了一下表情，迅速收敛了笑意。对方骂骂咧咧地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新的布条，粗暴地给他重新蒙上眼睛。这次勒得极紧，一点光都透不进来，真是什么都看不见了。随后林阮清被他们架起，下了楼梯出门，被塞进车里。很快他又被人安排坐下，虽然被蒙着眼，但可以闻到一股味道，一股工业化的味道，混合着长久未通风的潮湿的气味，总之不是他喜欢的味道。最终对方觉得足够安全后，终于把沈之恒引去了城外的废弃工厂。沈之恒很快开到郊外，停在工厂门口，他没有丝毫犹豫，推开吱呀作响、锈迹斑斑的巨大铁门，走了进去。厂区阴冷寂静，面前巨大的厂房一间挨着一间，沈之恒独自一人走走停停。他走不快，因为脚下是一片凌乱无序，他深一脚浅一脚，但他仔细检查着厂房内外，不遗漏任何细节。突然他一眼就看到了面前的这间中央有个人影，他一步步走近，最后看到林阮清被绑着坐在一张椅子上，眼睛被蒙着。他快步上前，一把抱住了他。林阮清，终于找到你了。沈之恒，你怎么在这儿？你是来救我的？林阮清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对，我是来救你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沈之恒抬手除掉了林阮清的眼罩，突然一阵鼓掌声从黑暗中传来。魏潇从阴影中慢慢走出，身边围着3、4名戴着墨镜的高大男人，身后还散落着几名其他的兄弟。沈之恒看到魏潇不意外，倒是林阮清一脸惊讶。魏潇冷笑：真是感人至深啊，沈之恒，你这出英雄救美演得可真够精彩的。只不过……他慢慢走到两人中间，声音低沉而充满蔑视：你们俩谁能活着走出这个门，就不得而知了。我原本以为像你这样活在金字塔尖尖里的人，只会为权力和利益低头，没想到你竟然为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林阮清做到这种地步。魏潇，不要废话了，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林阮清。魏潇脸上带着病态的玩味。他不是物件，我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但是他是我的爱人，我不会把他让给任何人。我不是在问你的意见。魏潇停顿了几秒。还有第二个条件，我还要老城区这个项目。沈之恒，不要听他的，不要答应他。随即林阮清的嘴就被魏潇手下贴上了胶条，他无法发出声音，只能拼命地摇头。林阮清和老城区的项目我都不会让给你，但我认为你真正想要的应该是这个。沈之恒抬手将一个精致的银色 U 盘扔到魏潇脚下。魏潇看着地上的 U 盘，狐疑地看着他。这是什么？你这几年来所有洗钱、赌博、非法交易的罪证，以及你和国内外地下势力的所有往来，这个 U 盘里的内容足够让你后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魏潇依然冷静，佯装道：沈总，我好怕，既然你想英雄救美，今天就成全你。你和你的 U 盘留下来，我就放林阮清走。好。魏潇使了个眼色，手下开始粗暴地扶起林阮清。林阮清拼命地摇头挣扎，但他根本无法与面前的两个壮汉对抗。最终他被硬生生推了出去，重重摔在门外。随即厚重的铁门在他面前合上。林阮清狼狈站起身，肩膀撞向门板，门纹丝未动。突然一个人在林阮清的后面拍了拍他。林阮清一回头，惊讶地看到陈泽宇。陈泽宇伸手在唇边比了个虚的手势，示意他不要出声，并跟他走。随后他将林阮清带到了工厂外围的安全区域，帮他松了绑。沈总不会有事的，你先在这安静地待着。林阮清开始半信半疑，但当他注意到遍布周围的看起来像特警的一帮人，以及趴在地上被他们制服的魏潇手下，他才慢慢开始相信了陈泽宇的话。原来在沈之恒进入工厂前，他已聘请了专业的私人安保团队，安保人员全程跟踪他，并在确定废弃工厂为最终位置后，在外面进行了全部部署。这种私人安保通常由退役的特种部队成员组成，所以他们拥有极高的专业素养、战术技能。他们通过沈之恒藏在衣领里的微型窃听器，全部动向实时同步。同时，沈之恒戴着的微型隐形耳机，让他能接收到后方指挥官的战术指令。而藏在建筑高处的狙击手一直在瞄准着魏潇。室内，魏潇拿着刀，一步一步慢慢地逼向沈之恒，带着病态的得意。没想到吧，沈之恒，最终你还是落在了我的手里。3，狙击手正在倒计时。确实没想到。2，你死了之后，林阮清就是我的了。想得美。
砰一声枪响，魏潇拿着刀的手臂被精准击中，刀应声掉在地上。魏潇的手臂瞬间失去知觉，无力地掉在那里，鲜血顺着指尖往下淌。魏潇整个人被冲击力震得倒退一步，重重摔在地上。魏潇的人乱成一团，沈之恒趁乱拉开仓库门，安保人员迅速涌入，在短短10几秒内控制了魏潇和他的手下。沈之恒走到还躺在地上的魏潇面前，俯视着他。现在让你知道，动了我的人会有什么后果。他没有再看魏潇一眼，而是转身走出了仓库，身后魏潇愤怒不甘的吼声越来越小。